中國是影響台灣生存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們要去了解中國，變成一個台灣人我如果要生存的一個必備的知識。過去大家會認為說，當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幫世界的資金進來了，世界的秩序進來了，世界的市場進來了。本來認為說，你只要進到了世界的市場，你的中產階級的人數就會增加。當你的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之後呢，你開始會有我自我人身安全的需求，我有自身財產、私人財產的需求，我有不受恐懼的這個需求，你會慢慢接受西方的秩序，你會慢慢接受西方的生活。這是當時很多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希望透過讓它加入 WTO， 把中國納到了國際市場，來期待改變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奇怪的是，中國壯大了，但中國壯大了之後，它當然中產階級也增加了，但中產階級增加之後，反而讓它更加的一致性，那開始取得有霸權的資格。現在中美的爭霸變成整個世界的主旋律，而中國開始一致性，透過它的科技的努力，透過科技的能力，它掌控人民的能力竟然是越來越高。那越来越高的狀況下，大家就會擔心，這樣的體制改變有可能嗎？如果沒有辦法改變的話，那對台灣又會造成多大的威脅呢？那我們要了解中國，當然就要去找對中國有非常研究專家。我們今天非常高興找到了一位對中國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最近出了一本書《EAST 中國模式的一個終點》，他是我們看是麻省理工學院史東學院的這個所謂的教授黃雅生黃老師，他來仔細來解剖中國到底面對什麼樣的問題，他在改革開放之後為什麼千回百轉變成今天的狀況，而面對現在中國的狀況，台灣又該怎麼面對呢？那黃老師你好。你好，謝謝主持人。好，那黃老師，其實一開始我們講這兩天的一個主話題，當然就是川習會。本來川習會要跟本來在3月底4月初見面，就川普說因為我要打仗，所以呢我不見面了，我要跟你延後，延後也不知道。那現在川普已經講了，說我要5月中的時候要跟你見面。這個時候大家有點困惑，困惑什麼東西呢？因為本來兩強在爭霸的時候，中國是完全不低頭的，中國是非常強勢的，中國覺得我要跟你硬幹到底的，我覺得不妥協的。可是，在川習會的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非常明顯的感覺到說，川普是可見可不見，想見面的反而是習近平。那你如果要想見習近平，想要見面，那你是有求於川普嗎？你在這個所謂的川習會，也就是美國跟中國元首見面裡面，對中國有比較大的需求嗎？對，我覺得這個川習會的舉行，或者現在正在計劃的舉行，我們不知道最後是不是會成型。我覺得其實蠻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就第一呢，就是說，現在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川習會計劃的時候，這些事情還沒有發生，是吧？一個是委內瑞拉，還有一個是伊朗。那現在美國又在直接威脅古巴，那這個3個國家的話，都是跟中國非常親密、非常緊密的國家，對，是吧？可能不是說正式的盟友關係，但是也是非正式的盟友關係。在美國對這3個國家，對2個國家已經實行了行動，另外一個國家實行了這種外交上的、語言上的這種威脅，是，但是全面禁運，全面禁運，对。而中國沒有取消川習峰會，對。我覺得從這一點上來看的話呢，我覺得是蠻有看頭的，是吧？可能這個呢，我覺得代表2點。一方面的話呢，中國領導人認為，我也是同意這種看法的。就是川普，你們台灣叫川普是吧？是。大陸叫特朗普。特朗普，对，川普呢是可以駕馭的，可以跟他做交易的，可以跟他做交換的。這跟中國以前面臨的總統，美國總統是非常不一樣的，是吧？什麼奧巴馬、克林頓、拜登這些是吧？他們是講原則的嘛，講民主，講價值。講人權是吧？民主黨都是這些是吧？然後呢，跟過去的鷹派的共和黨的話呢，非常強調的就是因為他們是反共嘛，是吧？他要是保護台灣要這些是吧？也是很難進行這種
交易的，他們可能認為跟特朗普，跟川普達成這種交易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不取消這個，我覺得第一方面是有這個是可以談的，它是可以談的。因為這個我們都是知道的，我們生活在美國都知道，就特朗普这個川普他是不講原則的，不講價值的，是吧？你甚至是私底下給他塞錢，給他送禮，都可能把他買動。那這個對於中國來講是最容易做的事情，買你幾架飛機，買你大豆什麼等等，就中國也需要這些東西，是吧？所以對他來講是完全是不受損失的，做出這種讓步。另外一個原因的話呢，當然我現在說的這所有都是我的猜想了，我自己並沒有第一手材料。第二個原因的話呢，就是說中國現在這個經濟呢發展到現在的話呢，確確實實也需要穩定跟西方的關係，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呢？看到的是不光是中國跟沒有取消川普的這個高峰會議，中國也開始接近歐洲，歐洲也開始接近中國，是吧？中國過去幾年在這個俄烏戰爭這方面，某種程度上是站在俄國這邊，對吧？那現在中國也開始跟歐洲和甚至跟烏克蘭，也開始直接進行這種接觸。所以老師，我們常常講，中國很喜歡講一句話：聽其言，觀其行。對。也就是說，我不只是光看中國你怎麼說，其實你怎麼做更重要。對。所以您剛剛講法是說，今天川普應該講，習近平願意去跟川普見面。這個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意義了，對，因為你川普已經把我的很多的盟友，或者很多是吧，你已經把委內瑞拉給端掉了，你現在這樣打我的這個伊朗，我在這兩邊都有很大的投資，對我有很大的戰略利益，就你還是要跟川普見面，代表我有一個很大的動機要去跟川普來談。那你剛才講說，當然川普是第一個可以談，第二個是我非要跟你見面不可。那這個見面是跟他的內部的經濟壓力有很大的關係嗎？對，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出一些初步的證據哈，我只能強調這個初步的證據。初步的證據就是說，中國政府可能現在要更加重視經濟發展，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追求这种戰略上的制高點，追求這種好像要跟美國決一雌雄。我覺得現在可能對就是2020年、2021年那個時候所謂東升西降什麼等等，我覺得對那種思路現在是有一定的調整。是，當然這個調整的幅度有多大，我覺得這個我們還看不清楚啊。但是我至少覺得已經開始做這個調整了。那這個調整的話，實際上也是有客觀的原因在那兒的，就是中國經濟現在，你看房地產的話，在鼎盛的期間的話，它佔中國 GDP 的30%左右，是吧？而且它帶動了很多的房地產，不光是建房子，是家具、水泥、鋼筋，這個鋁等等一系列的這種支柱產業，是吧？那房地產佔30%的這個 GDP。那現在你要到上海去，到北京去，是吧？一線城市的房地產的價格，也都是10%、20%、30%的這個降價，是吧？我就跟你講，就是說這個嚴重性，我就可以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啊。美國08年的時候發生金融危機，美國的平均房地產的降價水平差不多就是30%，但在主要的城市，比如說舊金山、紐約和我們波士頓，降價幅度是0。如果你在上海、在北京已經大城市，我們叫一線城市嘛，就是中国话叫一線城市，深圳降價能達到10%、20%、30%，你就可以想象，在3線城市、在4線城市，那個時候那個地區降價的程度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國內有一種說法叫白菜價，是吧？就是賣一個房子就跟一個賣白菜一樣，賣一車白菜一樣，是吧？就是說，所以就是說，你佔30%的 GDP 現在處於這種狀況，而新興的行業，比如說能源汽車啊，新能源汽車，
芯片等等這些，雖然有很長足的發展，但那些的话加起來大概10%都不到，是吧？一個10%在增長，一個30%在降低，是吧？那對於中國的經濟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出口是中國的一個亮點，特別是對西方國家的出口，因為你要是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話，你可能數量很大，对，但價格是很低的嘛，是吧？你企業它是要削價競爭的，實際上等於某種程度上講，到中國的企業跑到第三世界國家去賣它的產品，我們在中國有一個叫內卷，對，是吧？就是內部的卷。實際上到那些國家是外卷，是，也都是中國企業和中国企業在那兒削價競爭。所以你現在講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數字，這個我當時看了也覺得非常怪，也就是說中國它其實外銷的數字非常漂亮，它的出招的數字非常漂亮，而且它出招的數字已經是上兆了。对对对。那你上兆了這麼多的出招的數字，代表我有很漂亮的出口量。可是我漂亮的出口量，照理講來講，我國內的這個所謂的公司，我的營運應該是增加，我國內的 GDP 應該也是增加，對我回到我國內來講，應該也是成長的。就它有趣的是，我出口面增加那麼多，可是我的 GDP 從過去的保8、保6，現在連5都保不了了。那我現在很多的產業，我也幾乎都沒有賺錢。你說這個現在可怕的狀況，就是因為你現在美國這些高價值的東西賣不掉了，對，我去創造利益的這個市場沒有了，那我現在就反而去所謂的東南亞，我去非洲看起來我還是可以創造很漂亮的數字，但是創造漂亮數字的背後，其實就是一個卷字。對，這個卷字現在對中國來講造成很大的傷害嗎？這個卷的話呢，就是說它對消費者來講是個好事情。那對於國外的消費者來講是一個好事情，對於國內的消費者來講也是一個好事情。但是對國外的消費者的，對生產者是另外一個結果，但對於國外消費者來講的話的好處，相對於對國內對中國人自己的消費者來講的話要大很多。就便宜在外面的人，他便宜，但是就是說，因為什麼呢？因為對於國內的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同時是消費者，我同時也是生產者，是吧？那在消費方面，你價格很低，對，那這當然很好了。但是你價格很低的話，就代表我收入也很低。但对國外的話，它不是這樣的嘛，因為國外它收入和這個消費它是分開的嘛。如果消費是中國的產品，收入還是它國內的這些收入的話，它是可以從中獲得很好的好處的，是吧？所以就是說，我再回答你剛才講的這種現象，發生的什麼現象呢？就是說你要看一個國家的出口，它的出口的這個金額都是兩部分，一部分是你的價格，還一部分呢你的是數量，對吧？就這麼說吧，就是對西方國家來講，尤其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個企業增加它的出口的金額，它是靠價格，價位非常的高，是吧？一個簡單的這個襯衫，在美國賣30塊錢、40塊錢美元啊，是吧？30塊錢、40塊錢，你同樣的東西賣到非洲去，可能就是5塊錢、6塊錢，是吧？所以你要是達到跟美國一樣的金額的數量的話，你必須在非洲賣的那些產品，要增加好幾倍才可以，是吧？它是一種數量上的取勝，而不是一個價值方面的這種取勝。那如果靠數量上的這種取勝的話，最終造成的是一個不盈利。你得削價競爭嘛，是吧？這個不盈利，所以呢，就說再回到這個川普的這個高峰的這個話題上來講的話，你不要看一些這西方的有些美國的一些媒體啊，你看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這個比例已經下降了嘛，是吧？從過去的21%，就美國總的進口裡面，中國的比例從過去的21%，對，降到現在大概是6%左右，這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是吧？那覺得這不依賴於美國。首先，這個6%是一個騙人的數據，因為它有很多轉口的貿易，它有很多轉口貿易，是吧？就是說，你要是去考慮那轉口的貿易的話，是遠遠不止6%。因為你最奇怪的一個數據就是說，如果你看去年的數據，台灣直接出口到美國和中國直接出口到美已經是差不多了，這怎麼可能呢？這根本就因為台灣是不需要轉口的，台灣就直接賣給美國。中國要轉口，因為關稅啊等等這些因素是中國需要轉口。也就是說，中國的這種雖然比例上下降了，
但是從價值上來講，美國是最賺錢的市場。你到俄國去賣，是吧？人家能給你付錢就算不錯了。我要川習會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我還是要川習，我還是要美國的市場，就是美國的市场的量才有辦法養活我中國的非常穩定的一群人。就是從經濟理性上來講的話，跟美國搞好關係，從經濟上角度來講，我不說從其他方面，從經濟角度上來講的話，要勝過跟100個俄國搞好關係的好處，是吧？要勝過那個好處。跟俄國搞好關係，從經濟上有什麼好處啊？是吧？沒有好處，這沒有任何好處，是吧？而且你看，從歷史上來看，這個所以就是中國政治上傾向于俄國，我是從經濟角度來講，我是完全不理解的，是吧？我也不理解。你這個，你看這個俄國，在通過這個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條約，拿了中國的10%的領土，是吧？這清朝的這些領土，然後蘇聯璦琿條約，然後蘇聯在這個2戰以後，把東北的中國很多的這種這個工廠的設備，都給拿到了他們自己，強姦中國的婦女，殺中國人，是吧？這蘇聯實際上對中國是犯下這種血淋淋的這種罪行，是吧？就是美國有它的問題，但是美國從來沒有這樣對待中國，是吧？所以就從經濟利益上來講，而且你現在強調中國的科技的發展，多少中国科技人是美國教育出来的？是俄國教育出幾個？那已經過去式了。人工智能專家，对，教育了幾個這個生命科學家，是吧？所以就從經濟理性上來講的話，中國絕對是應該更靠近西方，更靠近美國，更靠近歐洲，更靠近日本，也更靠近台灣。台灣其實在中國的經濟起飛裡頭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這裡頭的話呢，我覺得就是一個經濟理性和政治追求。可是老師，我會好奇是，那現在的習近平或者現在的中國政府會理性嗎？因為在之前講的，他們其實有一段時間是非常的膨脹，比方講的我的東升西降，我的這個所謂的大國崛起，我的2025的中國製造，甚至我現在要等於說我要掌握很多的權利，我在南海我要我的權利，我在釣魚台我要我的權利，這些東西它可能改變嗎？那如果這些東西它不改變的話，那他怎麼可能去改變他跟美國的關係呢？不是，他中國的他是這樣的，他要改變的話呢，他不會說是跑到電視台上宣布我們要改變了，他不是這樣子的。OK， 就是這個永遠不會是這樣子的，他都是你得去看他做些什麼東西。聽賢觀其行。對，就是回到你剛才講的這個中國的這個成語是吧？就是說這個。國際關係已經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他沒有取消峰會跟這個美國的這個峰會，這個本身在我看來就是一個改變訊號。另外就是說20年、21年打壓私營企業，打壓阿里巴巴，打壓這個螞蟻金服什麼等等，現在都開始地方政府向私營企業伸橄欖枝了，是吧？就絕對不是說是那麼一個徹底的這種，就中國的這個政治上這種政策調整啊，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來的，不會說是馬上就轉變的。我知道中國叫唯物主義，他們是非常現實的，然後呢，他們是無神論的，所以呢，我完全按照現實走。你說現在按照中國我們剛剛講內卷狀況已經非常嚴重了，它的失業率非常嚴重，它的房地產非常嚴重，它的整個的這個就業的狀況的也都要非常的糟糕。所以你說這些東西都已經要逼着習近平去面對現實，而面對現實的第一步，我就是要去跟川習會見面。你覺得這個中間已經在改變當中了嗎？我覺得就是你看歷史哈，歷史就是說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然後71年是林彪要搞政变。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尼克松訪華，你們台灣叫尼克森是吧？我們叫尼克森，尼克森對，所以這個大陸和中國和大陸和台灣還是有些語言的差別的哈。就是這個尼克森訪華，尼克森訪華以後，馬上就可以看出來，
中國的政治變得比較溫和。就他有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迫害的什麼知識分子啊，什麼时候又開始恢復他們的地位。然後你看鄧小平，是1973年，他叫恢復工作是吧？他掌管中國的這個經濟是吧？也就是說什麼呢？就是說，我覺得不光是跟川普，還是跟歐洲，這種調整，接觸，跟日本我覺得是另類了是吧？日本因為這個有一些特殊的這个原因是吧？那我覺得這還是蠻有意義的一些轉變，不是說是完全是一種象徵性的東西。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些發生的事情要，我覺得我還是肯定這些的。好，那另外就是剛剛你講的川習會，當然是我對中國的市場是非常需求的，而且你之前也提過數字。現在中國大概是養活了中國1200萬到1500萬，而且這1200萬跟1500萬不是低薪的人口哦，等於說是中產階級哦。你有了中國的市場，你才可以有這麼穩定的收入，你才可以養活這麼多人。所以美國的市場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現在必須要去處理這些經濟問題，而這個經濟問題的確對習近平也造成壓力。第二個的問題當然就是科技，因為講中美的爭霸，很多的部分其實在科技競爭上面。美國的焦慮也是在科技上面，因為他覺得我的競爭力、我的生產力已經不如中國了。如果不把這個生產力拿回來的話，我就沒有辦法。您在書裡面特別提到說，現在對中國來講，我當然可以把東西做多，我可以把東西做大，我可以把從1做到100，我可以很快。可是從0到1，我是沒有辦法的。所以，當兩國的大戰，比如在 AI 的戰爭裡面，在新的太空的戰裡面，如果中國真的完全去跟美國切割的話，這個對中國來講是非常不利的。雖然中國嘴巴在講，我已經可以自力更生，我可以自己做光刻機，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創造 AI 的產業，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中國辦不到，是嗎？對，就是說這個東西的話呢，就是說，他第一，他能不能辦到，這是有疑問的，是吧？第二，就常理來講的話，我是同意這個觀點，就是全部取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在局部方面它是有可能是取代的，是吧？比如說像這個生產這個芯片，是吧？過去是14納米的，現在7納米好像勉勉強強可以，真的是聽說5納米都可以勉強做。對，但是這裡頭的話呢，是後面有很大的代價的。那麼我就一個簡單的說法，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重新去發明輪子？是吧？這輪子已經這英文呢，就是說輪子已經有了嘛，是吧？你就拿來用，這是最節儉的辦法嘛，是吧？為什麼要花同樣的花這麼多的錢，去創造一個別人已經有的東西，是吧？本來可以通過貿易，本來可以通過這種商業的這種方式獲得這些，比如芯片也好，或者是 AI 的這些模型，是吧？你現在非得要自己去做。對。那經濟學裡頭就是這樣，就是沒有免費的午餐嘛。你要做這些東西的話，要花很多的錢，那你那錢就不可能花在別的方面。那麼，所以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永遠要問一個問題：你把錢花在做7納米、5納米，勉勉強強能做出來，那你那個錢沒花在什麼別的地方？對。那我就現在跟你說，那是你的機會成本。這是機會成本，你沒有花在中國農民的教育、衛生、公共衛生、醫療保險、養老、失業保險方面，是吧？你沒有花在，就是說普通的中國人的經濟發展收入方面，是吧？那個都是很費錢的，是非常非常費錢的。最後創造出的東西來，跟別人也差不多，甚至還不如別人。那時候可能已經都2納米了，是不是？都，所以，但是呢，你要調整這個政策的話呢，你必須調整跟美國的關係，對，是吧？因為這是美國從川普第1屆就開始實行了對中國的技術的管控，然後拜登的時代的話呢，又加強了這些管控，所以這個的話就牽扯到我剛才第一個講的那個觀察，就是說，他們認為
這個舉行這些峰會，我又有這種稀土的這個對你的這些制約是可以談的，你是可以談的，你会放鬆這個管制。但是呢，你以前也說了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在要求你放鬆管制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承認我不可能完全自主，是吧？這個道理很簡單嘛，是吧？就在最先進的那一部分，是吧？因為現在我們說的台積電的這個，這是 CPU， 是。那個黃仁勳的那個 NVIDIA 那是 GPU， 那是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種芯片，你難道又要花那麼多的錢去追趕那些東西嗎？是吧？這是一個無底洞嘛？對啊，那所以有人其實在講說，這有一點像雷根的星戰。雷根其實是透過星戰，然後用經濟的方式把蘇聯給拖垮。那現在呢，美國也可能用類似的方式，比如說不管是 AI 的競爭、太空星鏈的競爭，用這樣的方式把中國拖垮，在經濟上拖垮。那你剛剛提到，中國當然可以自主，但是自主的時候，我要花很大很大的代價，我要花很多很多的金錢。這個對中國來講，如果他看到蘇聯老大哥的潛力的話，那個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但這個的話，這個比喻的話，有一定的合理的方面，但是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就是說，蘇聯經濟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的經濟，那是完全不一樣的。蘇聯經濟沒有私營企業，沒有任何對外的開放，沒有任何的這種像深圳啊等等這些，也沒有什麼台商啊什麼這些，是吧？就是說這個，就是說中國如果走那條路，就是自主開發，它能夠在那個方面花費的資源的話，遠遠要比蘇聯多很多。蘇聯連麵包都生產不了，連廁所紙都生產不了，連這個馬桶都生產不了，是吧？那中國這方面都是過剩嘛，是吧？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靠這種辦法就認為能夠搞垮中國的話，我覺得這是完全是，我覺得這是完全是沒把問題想清楚，是吧？但是是有代價的，這肯定是這樣的，是吧？中國要付出代價，但是肯定是有代價。但是說用這種辦法給它搞垮，我覺得這是我很難看得出能用這種辦法能搞垮中國。你很特別，就是您是對中國跟美國兩邊都非常的熟悉。當然，您剛剛提到在川習會裡面，你既然都已經把我的委內瑞拉給搞垮了，你把伊朗給搞垮，把我好兄弟給搞垮了，可是習近平還是想要去跟川普見面，代表我有很高的一個需求。可是反過來講，中美貿易戰的第一個刀是川普砍上去的。是啊。我們也記得是當時在這個是北京的時候呢，是因為李克強跟他講說我們分開，然後呢我們來做製造，你們就提供原料。那川普回到美國的飛機上就覺得，我們不行，好像訊息不太對，就是覺得中國對他的威脅他已經迫切感受到的。如果中國的威脅他已經迫切感受到了，他要維護他美國的一個霸權，那就算你覺得，就算習近平美國會放手嗎？美國現在對中國的這個態度到底是什麼？這取決於今後這一個月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個一個月這麼重要？你就這麼說吧，如果這一個月之內美國成功的把這個伊朗給搞掉了，換成一個他想看到的這個政權，那我覺得他對中國的這種討價還價的能力就會大大的增加。如果這一個月表明他搞不過伊朗，是吧？就是他要注入這個更多的軍事上的這種介入，是吧？甚至派兵，是吧？如果這個戰爭繼續打下去，而且如果中東出現了相當一部分的這種混亂的狀況，那中國這時候討價還價能力就會增加很多。所以中東的局勢很重要。我覺得中東局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因為你看它這個，因為它第一個就是油價嘛，是吧？油價就會造成這個通貨膨脹。那你在通貨膨脹的時候，你還在限制中國的產品，這不就通貨膨脹更加的嚴重了嗎？是吧？你還對中國進行這種技術的管控，因為這個黃仁勳的這個芯片是很賺錢的。對，那拿到中國的這個買單的話，那是不得了的。對的，你再想想，我們看他前兩天的走私的那個價錢是2倍、3倍的走私價錢。就是美國現在股票市場
幾乎就最近這幾天的話，因為有油價什麼等等的，在這之前，幾乎它這股票市場的這個增值全部是靠 AI 的這個公司的，其他都是減值，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出色的表現的。对，那你黄仁勳的這個公司，如果又不賣給中國這種芯片，就會打擊股票市場啊，是吧？那你在黃仁勳這個公司的話，它需要賣很多的芯片，才能維持美國人工智能的投資，因為它跟這個OpenAI 什麼等等，咱們之間都是有這種協議的，是吧？是。如果它不賣出很多的芯片的话，OpenAI 是沒有錢的。也就是現在美國的股市完全是它的7大，完全是靠这些，完全是靠这些。那你這麼去想吧，如果這個股市，受到這個戰爭的重創，是吧？經濟上受到重創，那你這時候就需要進口更便宜的東西。對。如果股市受到重創的話，你就需要黃仁勳這種公司業務量要擴大很多。那對誰擴大？那是肯定是對中國擴大嘛，是吧？所以如果發生如果這戰爭的這種不順利的話，那中國的討價還價能力就會提高。所以兩邊的籌碼還在變動當中。對，籌碼還在變動。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